做的还是不错的。漂亮！哇，放安全，放安全！注意看，在世界擂台13年未尝一败的韩国拳王被击倒 KO 了。KO 他的不是别人，此人正是中国大名鼎鼎的少林武僧总教头谢伟。谢伟自幼活泼好动，喜爱中国传统功夫，随即委托父母将自己送进少林寺闭关苦修。正因谢伟的实力突飞猛进，超越了大部分同门师兄弟，少林老方丈特此提拔谢伟少林武僧总教头职位，手下统领上百位少林武僧。学成归来的谢伟并没有安于现状，反而毅然决然进军世界格斗擂台，是要将中国功夫领出国门，宣传中国功夫的强大。而谢伟今晚的对手实力也是相当强悍的存在，他就是来自韩国格斗王朝的不败拳王金大焕。金大焕绰号不倒翁，那是因为纵横拳坛13年，从来没有人能够将金大焕暴揍 KO。相反，金大焕还凭借自己超强的抗击打击败了一位又一位世界冠军。金大焕看着眼前的武僧总教头谢伟，充满了不屑。那谢伟今晚就让他好好品尝一下躺尸擂台的滋味。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黑短裤就是中国选手谢伟，白色短裤就是韩国选手金大焕。别看金大焕这家伙个子很矮小，可是这家伙是连续3年蝉联韩国跆拳道冠军的男人。金大焕谈不上能够在韩国拳坛排名前3，但是也算得上韩国拳迷粉丝心目中的战神存在。谢维对此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在对峙期间还是保持中远距离对峙比较好，控制在自己的有效范围之外。金大焕呢是练跆拳道出身，他的腿上功夫是不错的。而谢维今天的比赛我们看看怎么样利用自己这其实有可能是能够成为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的这几公分的身高优势。谢维呢刚刚抢进来之后打了一个后手拳，金大焕呢又回了一个右腿的扫踢，是漂亮漂亮，近距离还有一个白肘，漂亮。谢维的武器库相当的丰富，控腿把对手带到笼边，这下砸得真凶啊！可惜没有能够在场地中央把对方给带倒。金大焕呢脚下调整的能力倒也挺强。随着第一场比赛万冠军赛的首秀之后，谢维在万冠军赛场上的这种灵活性、从容度越来越好了。金大焕对于谢维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陌生，谁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将谢维全部实力给逼出来。在试探阶段，金大焕也不停的利用腿法还击谢维，尽可能的保持现有比分，避免与谢维进行太激烈的冲突。首回合两位选手都只是初步试探，肯定不会发挥全部实力。不过谢维依旧不肯轻易的放过金大焕，时不时都想用组合拳将其压制。留在新加坡啊，是控腿，不要了，过来，不要了。谢维呢，刚才那一下自己脚下有一些打滑，导致自己陷入被动。起来，抓一个手起来。这个角度呢，其实金大焕并没有办法对谢维形成控制，那就看谢维怎么能够把头给刨出来。是，位置上面来说呢，刚才存在一定的断头台的风险，但是现在呢，来到笼边，这个角度谢维头部有一点点的危险，这个位置不好，转出来，这个位置不好。金大焕用自己的左手手肘完全控制住了谢维的脖颈，是，这位置不好。谢维要往后倒，谢维呢刚才没有往后倒，他往自己左后侧倒一下，这样呢把脖子这边能够稍微松出一点角度来。金大焕放掉了，他累了，金大焕也累了。从双方选手的表现来看，谢维下山之后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训练，就连防抱摔动作都做得如此完美，把控恰当。金大焕空有力气，却很难将谢维推开回到站立。如果说金大焕是站立领域的高手，那谢维此时此刻真的算得上综合格斗的全能战士，无所畏惧。现在处在一个侧向压制当中，金大焕并且把自己肩部上面的所有力量和重心都压在了谢维身上。那么这么来看的话，谢维要想脱身，必须要找到一侧对方重心不稳的角度做一个虾行。谢维的下半身被压平，进入到了齐胜位。谢维小心下位的起桥，没有掀翻金大焕。1分半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刚才其实教练给出谢维的那个提示是很清晰的，不要跟对方陷入到地面，对，占不到太多的便宜。你看，贴起来，对。
现在谢维暂时在上位，扣着他的两个胳膊，谢维回到上位，1分钟的时间，扣着他的胳膊，不着急，不着急，对，压着他。金大焕的蝴蝶钩的防守，同时的话，现在用自己的左脚脚掌顶住谢维的髋部，是把谢维的腹部直接往上顶，对，拉开两个人的距离。金大焕长时间的地面努力没有起到丝毫作用，自己还被谢维压制在地面不敢动弹，可能是自己内心对少林武僧的恐惧。金大焕随即躺在地上耍无赖，不打算回到站立。裁判在一旁默默观察着一切，一旦金大焕长时间处于消极打法，不肯还手，一定会被拉到一旁进行黄牌警告。30秒，对，30秒钟的时间，谢维要多用一些地面上的扫踢。是，奥利维也可能会提醒金大焕，如果地面没有更多的进攻动作的话，请起身。是。对，谢维呢，这时候拳头上面也保持威胁，这时候你注意力不能松，你一松的话呢，我直接身体往下一压，拳头就砸进来了。没错，谢维不妨的把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下，就这样，就是这个，把对方的单腿拉向一边，瞬间切入做一个击打，做得不错，相当的漂亮啊！谢维。比赛来到第2回合，隐忍已久的谢维终于爆发全部实力，开始进入金大焕的内围发起猛攻，一顿高密度的组合拳险些顶膝，打得对方慌忙逃窜。金大焕就算再抗揍，也不甘心白白挨打，所以金大焕开始施展抱摔，要与谢维拖延比赛时间。可是谢维岂能纵容金大焕此等消极打法，立刻上前继续展开猛攻，是要将其暴揍 KO。能不能迎来他的第8次 KO 终结？谢维，金大焕又战，没错。这脖子太硬了，确实，这个肌肉啊不是白练。抗击打能力太强了，而且他颌面关节也相当结实。是，这个脑袋够大，没错吧？脑袋真大。他这个脑袋大呢，这个咬合肌啊够肥厚，真的是力量强。对，而且很多的格斗选手都会去练自己的脖颈。是的。格斗选手应该不太容易落枕啊，脖子上肌肉够强啊。你让他拿大顶睡一宿啊，第2天脖子也没事儿。谢维被金大焕顶向了龙边，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为金大焕呢是想缓冲自己的体能，完全不行了。裁判要盯住金大焕。这个比赛谢维赢肯定是赢了，除非出现什么冷门意外啊，赢肯定是赢了。金大焕这一下的动作可以被认为是非常的消极。这个如果在跆拳道比赛当中呢，已经被扣分了。这跆拳道比赛肯定不能这么打啊！谢维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分寸的打。抱杆拳，抱杆拳，比赛结束了，谢维赢了。抱杆拳，哇，好潇洒，把自己的护持往旁边一甩，接着给爷接着，厉害。真是好样的，越来越自信了。谢维从 OHS 比赛寻鹰之旅当中，我们认识了谢维，看到这位选手身手不凡。当他最后公布比赛结果，谢维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谢维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